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2年8月12号星期五。最近收到几台高压清洗机，这3台都是凯驰的。初步测试的话，那一台应该是会漏水，中间这一台是开机没有反应，这一台一样是开机也没有反应，所以这几天就先修理看看，看能不能把这3台救回来。拆机的时候，它的螺丝少了好几根，可能这一台之前有人拆过了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拆起来看看是不是它有修理过，那我就先把问题找一下。那它这边之前应该是有电容爆炸过，它有残留一些烧坏的痕迹，整个外壳都有损坏的问题。它这个电容应该有换过，所以它原先的规格我可能没有办法知道，那就是先用用看。初步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它应该是开关没有接触到而已。那我们就先检查看看，接下来就是先测试看看，怕会喷水出来，我先把它挡住一下。那我们先启动开关看看，它可以正常的作业那就是说它可能之前这个开关它没有去接触到。那接下来我就是看有没有其他的机器坏掉的可以替换的。今天是2022年8月15号星期一，那今天继续来完成这一台高压清洗机的检修工作。初步检查起来就是开关坏了，应该说开关盒坏了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台的型号，这一台是凯驰的 LR54005的样子。这一台我就先上网看看它的开关盒零件卖多少钱，再决定这一台要不要花钱维修。初步测试起来，它的马达应该是正常的。那这一台检修就到这边为止，还有另外2台要检修，先拆另外那2台看看。那这一台是凯驰的，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型号是 K3。这一台初步是可以开机，但是它会漏水因为我有测试过，它会从旁边这边漏水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目前启动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这一台我就留到最后再来检查看它的漏水原因是什么。那这一台一样是凯驰 K3 的，那这一台是可以启动，但是没有运作的感觉，所以可以先来检查这一台。那我先把它的外壳拆起来，我已经将它的马达拆出来了。目前转起来看的话，它是马达有一点点卡住，造成它没有办法运作。它的开关跟另外一台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没有办法通用。它的启动电容在这边。那我们先尝试转一下马达看看。那它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紧不过不至于说完全转不动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先插电看看。那我们启动看看，它就是转不动了。不过它的马达看起来没有卡住。突然间转动可以转动，但是它的开关好像没有作用，它关不起来。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开关的问题，我会先把这个扇叶拆下来。现在感觉好像开关这边有一点问题，怕有时候突然间开电比较危险，所以我会先把它拆下来。那我们现在测试看看，有没有？那关不起来了。所以感觉上应该是开关这边有一点点问题。那我先拆起来检查看看。那我这一台给它拆开来看的话，发现它上面这个水垢卡的蛮严重的，可能会造成它在这边会有一点卡住，所以造成它在开关在切换比较没有那么顺。所以理论上我只要在这边喷一点油，应该就能够解决开关异常的问题。转动处这边我就喷一些喷雾式的黄油。还有弹簧这边，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应该就可以了。那在拆卸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发现它里面的欧环全部都硬化了，然后有断裂的问题，所以这一台不用讲，一定是会漏水的。所以这一台的检修应该可以先到这边为止，因为马达初步看起来没有问题。
然后里面的油到时候要维修的话，也可以换一些新的油，因为它都变成这样子了。那这一台我就是先放在旁边，日后找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零件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完整的维修。那我就可以先把这个开关盒先把它装回去。那这一台我们再来检查看看开关有没有处理好。哦，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。哦 ，OK， 那开关的部分这样子就处理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找一样的欧环下来做一个更换，然后将马达内部的一些油换新。那理论上这一台应该就可以救回来了。那我现在就可以将其他的零件再把它装回去，然后先做一个保留，然后我再拆其他台的，看有没有相同的零件可以做更换的。接下来我们先把一些零件装上去，避免说到时候零件不见啊，诸如此类的原因。那另外一台就不用再检修了，肯定也是欧环出现问题。那初步测试它的开关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理论上这种机器，我个人觉得这种机器其实是不太会坏，大部分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而已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找相关的零件回来做替换，因为我有收到好几台的高压清洗机，所以我会先去拆一些没有那么好的机器的零件下来做更换。那这3台高压清洗机的检修文章我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